一艘造價超過150億美元的鋼鐵巨獸在深海底安靜地潛伏了整整42年，而它的心臟竟然從下水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沒有更換過燃料。如果你以為火力軍在講科幻電影裡那些裝配了永动機的未来戰艦，那可就好玩了。因為現在火力軍講的正是美國海軍有史以來最昂貴、最複雜也最神秘的殺手鐧，代號 SSBN-826 哥倫比亞級彈道飛彈核子潛艦。這是一場賭上國運的豪賭，也是人類深海工業技術的巔峰。為什麼美軍要砸下比福特級航母還貴的重金去打造一款數量比上一代還少的潛艦？這背後究竟是美軍的戰略誤判，還是一場顛覆深海規則的技術革命？而在印太地區日益擁擠的深海中，這艘被稱為深海特斯拉的幽靈又將如何改變大國博弈的遊戲規則？今天就讓火力軍帶大家一同探索這艘集結了電力推进、全手期反應爐以及无人載具技術的深海巨獸究竟藏着什麼樣的黑科技？它又是如何做到在敵人眼皮底下徹底隱身消失的？要理解這艘潛艦，我們必須先弄清楚美國面臨的戰略焦慮是什麼，以及為什麼這筆錢美軍是非花不可。首先登場的自然是已經服役了半個世紀，也是目前美軍海基威慑的主力俄亥俄级戰略核子潛艦。這玩意兒吧，你說它強大，它確實曾經独步全球。作為冷戰末期的產物，它撐起了美國海基核威慑的半壁江山。但歲月不饒人，首批俄亥俄级艦艇即將在2027年開始陸續退役。這就像你家用了30年的保全系統，雖然還能響，但線路已經老化，傳感器已經遲鈍，再過幾年就要徹底斷電了一樣。而與此同時，印太地區對手的水下聽音網絡越來越密集，反潛手段越來越高明。如果美軍不能在2030年代初期拿出能夠替代俄亥俄级的新家伙，那麼美国引以為傲的核三位一體就会出現一道致命的裂痕。火力軍带大家來算一筆簡單的賬，原本美軍有14艘俄亥俄級在輪值，這14艘潛艦保證了在任何時候都有足夠數量的核彈頭在深海巡弋，隨時準備應對末日場景。但現在新的哥倫比亞級計劃只建造12艘，單看紙面數據，你會覺得美軍這是在縮水。面對对手日益強大的海軍，面對那些下餃子一樣的新型艦艇，你這不是在自廢武功嗎？但其實美國海軍的策略非常清晰，他們並不是沒錢造更多，而是他們发現通過科技的手段，我們可以用更少的船來達成更高效率的威慑。而這一切的底氣就來自於哥倫比亞級身上那幾項讓对手絕望的黑科技。這些技術的躍進讓他從一艘單純的飛彈卡車進化成了深海裡的幽靈指揮官。如果說俄亥俄級是冷戰時期的暴力美學，靠的是噸位和飞彈數量，那麼哥倫比亞級就是那個躲在暗處用極致科技武裝到牙齒的刺客。他的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生存。如果我們去翻閱核子潛艦的發展史，你會發現所有的核动力潛艦都有一個無法回避的死穴，那就是中期換料大修。作為以核反應堆為動力的潛艦，它的燃料棒是有壽命的。傳統的反应爐技術，包括俄亥俄级在內，服役個20年左右，核燃料就燒得差不多了。這時候潛艦就得乖乖回到船塢，這一修就要是2-3年。這不僅意味着數十億美元的維護成本，更意味着在這2-3年的時間裡，這艘戰略核潛艇就是個趴在岸上的廢鐵。它無法巡航，無法威懾，無法產生任何戰鬥力。這就是為什麼俄亥俄級需要14艘，因為你總得預留幾艘在船塢裡維修，才能保證海上有足夠的船在跑。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技術讓美軍敢把新潛艦的數量減少到12艘，卻依然自信滿滿呢？首先我們來看看哥倫比亞級的動力核心，那就是美国能源部海軍反应爐辦公室專门為它研發的新型核子反应爐。這東西最恐怖的地方在於它採用了顛覆性的全受期鍍鋅技術。這是什麼概念？這意味着這艘潛艦的設計壽命是42年，這顆反应爐就能跑42年，中間完全不需要更換燃料。從下水那一刻起，直到它退役拆卸，這顆心臟將會持續跳動半個世紀，永不停歇。美軍為此進行了長達數十年的測試，利用高濃縮鈾技術，配合先進的可燃毒物設計，終於實現了這個目標。這項技術直接解決了潛艦需要中期大修的痛點。雖然哥倫比亞級總數量只有12艘，但因為他們一輩子都不用進船塢換料，省去了那2-3年的趴窩時間，實際能在大海裡值班的潛艦數量反而比以前的14艘俄亥俄級還要多。這不僅節省了數百億美元的維護費用，更讓美軍的戰略部署變得更加靈活和不可預測。解決了續航問題，接下來要解決的就是潛艦最大的敵人——噪音。在深海，誰發出的聲音大，誰就會先被發現、被锁定、被擊沉。傳統的核子潛艦，包括俄亥俄级和部分攻击潛艦，它們的動力傳輸方式其實非常機械。
反應爐燒水產生高壓蒸汽，蒸汽推動渦輪機高速旋轉，但螺旋槳需要的轉速很低，所以中間必須透過一個巨大的機械減速齒輪箱來把渦輪的高轉速降下來傳給螺旋槳。這個齒輪箱就是前艦裡最大的噪音源之一。金屬齒輪在高負荷下的咬合聲、摩擦產生的震動，通過船體傳導到海水裡，在敵方靈敏的聲納兵耳朵裡十分清晰。這就是為什麼老式潛艦在高速航行時噪音會呈指數級上升，因為齒輪箱在尖叫。而哥倫比亞級呢，它直接取消了那個吵死人的機械齒輪箱，改用了整合式渦輪電力推進系統。SEB 反應爐產生的蒸汽不再直接去驅動螺旋槳，而是去驅動渦輪發電機，產生巨大的電力。這些電力經過變頻器和配電系統，直接驅動尾部巨大的靜音電動馬達，再由馬達帶動船尾的泵噴推進器。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反應爐和螺旋槳之間沒有了機械連接，消除了最顯著的機械噪音頻譜。電動馬達的出力是線性的、平滑的，沒有齒輪的咬合聲，沒有金屬的摩擦聲。根據相關報告的預測，哥倫比亞級的水下航行噪音可能只有108分貝左右。這是一個什麼概念？海洋的背景噪音大約就在90到110分貝之間。也就是說，這艘潛艦在水下航行時，它的聲音已經低於或者融入了海洋背景噪音。在深海裡，如果一艘潛艦安靜到融入背景，那對於獵殺者來說，這就是折磨，因為你根本找不到它。而且電力推進還帶來了戰術上的巨大優勢，那就是能量分配的極致靈活性。在傳統潛艦上，反應爐的動力大部分都被鎖死在螺旋槳上，如果你想給声納或者電子設備加電，往往受到限制。但在哥倫比亞級上，動力就是電力，電力可以瞬間精確分配。當需要急速閃避時，巨大的電流可以瞬間注入馬達，爆發出強大的扭力。當需要靜音潛伏時，它可以維持極低轉速而不產生機械抖動。更重要的是，這套系統為未來預留了龐大的電力冗餘。無論是更強大的運算計算機，還是未來可能出現的高能雷射防禦武器，甚至是給無人潛航器充電，哥倫比亞級都有足夠的電力來驅動。這就是全電推進帶來的無限可能。再看看它的尾巴，哥倫比亞級採用了 X 型尾舵，這在美國彈道飛彈潛艦上還是第一次。以前的俄亥俄級用的是十字舵，就像飛機的尾翼一樣。為什麼要換？因為戰場環境變了。傳統的深海核威慑主要在開闊大洋，但未來的印太衝突，潛艦可能需要在地形複雜的淺海、海峽或是大陸邊緣活動。X 型尾舵的4個舵面都能同時參與水平和垂直控制，這讓這艘長達171公尺、它是2萬多噸的巨物擁有了驚人的機動性。即使在淺水區，它也能像一條靈活的鯊魚一樣做出精確的戰術機動。而且 X 型舵的尺寸更緊湊，能降低觸底的風險，也更不容易因為單個舵面損壞而完全失控。這是在淺海與強力周旋時保命的關鍵設計。有了安靜的步伐和灵活的身段，哥倫比亞級還需要一雙銳利的耳朵，這就是它感知能力的全面升級。搭載的大孔徑鍵手聲納，這套系統繼承自維吉尼亞級攻擊潛艦，但尺寸更大，性能更強。以前的潛艦聲納機陣後面通常是空氣背襯，也就是後面是空的，而 LAB 聲納採用了水背襯技術。簡單來說，就是聲納陣列後方充滿了水或投生材料。這種設計不僅結構更堅固，能承受深海的巨大水壓，更重要的是它提升了被動探測的靈敏度，這讓它在深海高壓環境下的聽力更敏銳，能更有效地捕捉低頻信號。這是發現敵方和潛艦的關鍵，是全數位化的潛艦戰聯合戰術系統。這就像是潛艦的大腦，它不再依賴專用的軍規硬件，而是大量採用商用現貨組件。這意味着潛艦的運算能力可以像升級家用計算機一樣，隨時更換最新的處理器，始終保持算力優勢。在這場看不見的電子對抗中，哥倫比亞級始終能快人一步。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哥倫比亞级的船體表面覆蓋了最新一代的消音瓦，這不是普通的橡膠，而是一種能吸收主動声纳探測波的複合材料。這種材料目前正在維吉尼亞級上進行測試，如果沒有更先進的材料出現，它必然會被應用在哥倫比亞级上，進一步降低被發現的概率。那麼讓我們從實戰出發，看一看這艘深海幽靈除了躲藏還能做些什麼。現在火力軍和大家就在哥倫比亞级的指揮中心裡，我們面对的不再是单純的發射飞彈毀滅世界，而是一個高度互聯的深海戰場。大家可能會發現，哥倫比亞級的3叉戟飛彈發射管從俄亥俄級的24個減少到了16個，看起來火力好像減弱了。其實不然，它採用了與英國皇家海軍五衛級共同研發的通用飛彈艙。這個設計採用了4連裝模塊，不僅分攤了高昂的研發成本，更讓英美兩國的核威懾力量在後勤上高度互通。雖然管子少了，但它搭載的3叉戟以及未來計劃中的第5LE2飛彈，
精度與突防能力都大幅提升。一枚飛彈就能攜帶8枚分導式核彈頭，這16根管子射出去，依然足以毀滅一個中等國家。但更讓軍事觀察家關注的是這些直徑 2.2 公尺的巨大發射管，在未來不一定只能裝核彈。哥倫比亞級可以作為母艦，搭載並釋放大型無人潛航器，例如波音公司研發的虎鯨超大型無人潛艇。這款無人潛艇排水量超過50噸，續航力超過6500海里，還可以攜帶各種傳感器、水雷，甚至是攻擊武器。想象一下這個畫面，哥倫比亞級躲在數千公里外的安全海域，釋放出一群虎鯨無人潛艇。這些小弟可以潛出到危險海域去執行掃雷，去進行電子偵察，甚至模擬母艦的聲紋，充當誘餌。這徹底改變了過去戰略潛艦只能躲藏的被動局面，讓它具備了主動的戰場感知與打擊能力。這時候，我們就從單純的威懾者轉為了深海戰場的支配者。不管是針對敵方艦隊的監控，還是對陸地目標的打擊，甚至是對敵方潛艦的獵殺，哥倫比亞級都能游刃有餘。它不再是一只只能潛伏的巨獸，而是一個深海作戰的航母平台，指揮着一支無人艦隊，在寂靜中控制着整片海洋。在火力軍看來，雖然它面臨着預算超支，單艘造價可能飆升到150億美元，但哥倫比亞級的出現從根本上宣告了深海靜音競賽進入了一個新的維度。它所展示的電力推進、長壽命反应炉技術以及模塊化的通用飞彈艙，正在向世界展示現代海戰的另一種可能。對於美國而言，這12艘游弋在深海的寂靜舉手，在2030年代及其後的歲月裡，當世界局勢或許變得更加動盪不安時，那些看不見的鋼鐵殺手將是維持未來半個世紀大國戰略平衡的最關鍵的砝碼。哥倫比亞級的故事也是對所謂唯數量論的一次有力反駁。它證明了，即便數量減少，極致的科技對戰以及全新的戰術思維依然是不可輕視的力量。和平的代價是昂貴的，但相比戰爭的代價，這150億美元一艘的保險單或許依然是值得的。好了，關於這艘比航母還貴、美軍下一代哥倫比亞級核子潛艦的故事，火力軍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火力軍本期視頻，別忘了點讚關注，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或者聊聊你認為未來的深海戰爭中會出現哪些顛覆我們想象的黑科技武器，是無人機群的蜂群戰術，還是更安靜的推進技術？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給大家。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